这次我跟家人要去荷兰、比利时跟卢森堡。我们这次是从香港转机，搭2个小时去之后，再花14小时到阿姆斯特丹。啊，好长的班机啊！准备出发喽！这次虽然是跟团，但旅行社所安排的行程绝对都是一些不容错过的景点。想安排自由行的大家，也可以拿来参考哦。登机之后却迟迟不起飞，一往窗外看，哇塞，这是什么情形啊？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的航空技师站在那边一排，盯着你的飞机看，真的是超紧张的。解决了飞机问题，鸟兽散。忙了1个小时之后，我们终于顺利起飞了。第1站来到羊角村，这边看起来像童话故事。它最著名的呢，就是它屋顶都是用芦苇，他们定时会去修整啊，大部分都已经变 B&B 租给旅客了，对，但是还是有挂一些 private， 就是它可能是私有的。中午来这家餐厅吃饭，库勒穆勒博物馆珍藏了许多梵谷的画作，我好意外，居然是这样子近距离的观赏作品，完全不戒备。甚至连围篱都没有，还蛮奇妙的。他因为能在法国南部看到明亮的光线和欢快的色彩效果而感到高兴。在梵高充满色彩。这个就是库勒穆勒博物馆的外观，它是在一个叫做高费吕韦国家公园的里面。国家公园很大，都有很多雕塑展品，就连这个黑黑的房间它也是哦，不是吸烟室。其实本来是一个收藏家的地啦，所以这些名画啊都是这个贵族他的收集品。我们要来骑看公园里面的这种脚踏车，它是可以免费借用的哦。不过发现到它没有刹车，刹车听说是要倒着骑，反向骑才会刹车。前进，刹车，喂，奇妙的设计，而且它这没办法倒退。喂，你知道手会想要这样然后没有用好糗哦。居然看到灵芝，真的是灵芝我们今天在国家公园的餐厅里面吃汉堡当晚餐，居然挤得出汁，哇塞！
整个旅程第一间的饭店是我私心最喜欢的一间，它所有的设备都非常的新。虽然它在一个叫做阿培尔顿的小镇，是一个蛮偏僻的地方，但住宿的品质我真的是真心推荐。哎呦，赞哦！特别是早餐的可颂真的是超好吃、超脆、超新鲜的。他着火了哎！好可爱哦！哎呦，这里是战瑟斯汉斯，就是鼎鼎大名的风车村。这里的房屋呢，都很像卡通里面跳出来的房子，很漂亮。可惜今天没有大晴天，对，然后气温大概是8度到10度左右吧，还蛮凉爽的。我们刚刚还逛了cheese的工厂，他给我们做了很详细的介绍，然后这边还卖一些cheese的东西。Welcome everybody here in the cheese factory. My name is Petra. About this gentleman on the picture. And then we start cutting the pig milk with those 3 rotating knives. Put the curd out the container, and this one, chuck. Then you get this. 2 years of cheese is. You can easily slice the cheese like this. Thank you. They are. Thank you. Okay. I want t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attention. You can try the cheese in our shop. Have a nice day, and we will see you again. OK。哦，都是落荒而逃。因为这边要喂东西吃，那个直接冲过来。哦，凶哎！买了一个 bake waffle， 摸起来是软软的。好，吃吗？比卖去台湾的好吃，因为它还是有一点点脆在，台湾都会整个软掉。有，有比较好吃。后面有鸭子准备要来掠夺我们。接下来的午餐，我们到了一家米其林1星的餐厅。它使用20种不同的蔬菜来制作他们的料理。4样非常精致小巧的前菜。面包的奶油抹酱也做得非常用心哦。这道是白芦笋、圣子、花菜、杏仁与青椒、比目鱼、味噌胡萝卜还有杏桃的组合。接下来是羊肉，还有绿色香草跟豌豆，上面还淋上肉汁哦。甜点是巧克力、紫苏跟香草。荷兰人呢，平均身高就是180，
这一群人就像模特儿一样这样子逛大街，好高哦，真的所有人都好高哦。哦，这什么奇妙的车子？2个小时的路程到达马斯垂克之后，想不到就是晚餐时间了。刚刚才吃完米其林，实在是等一下我们要去逛圣彼得洞窟。OK， Yes 。In these caves, people came down here to chop the rocks, and they used that to build houses and churches. And she has a bowl in her hand with fire. 这个啊，她是一个公主，叫做 Vista， 她的手拿了一个盆子啊，感觉好像有那个火冒出来，这个影像。It's a very old city, Maastricht, and this bridge is from the 13th century. So it's really old. So if you have euro bills, on the 10 euro bill, you see this bridge. This church, the St. Jaap, is the big tower. It's painted red. 为什么塔身是红的？ It's built. 原因是从这边开采的石灰岩，铁含量非常的高，受氧化后就会呈现这个颜色。 No lights, huh? No cheating, huh? No lights, huh? No cheating. Pour some water on the stone, and then you feel. Oh, is it wet? 对，马上吸收。看起来好像很硬。石灰岩就是有这个特性。回到了马斯垂克的市区，我们马上看到了圣舍瓦氏桥，就是印在10块欧元上面的那一座哦。Thank you 。Frozen yogurt 是哪一个？蓝色的那个。蓝色的。哦，那另外一个呢 ？Mojito 薄荷的口味。眼前看到的是天堂书店，它以前是一个老教堂。这里的本来的名称是多米尼克教堂，最后在历史的演变中变成了书店，好壮观。
这里在马斯垂克的市政厅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广场。卢森堡虽然是一个小国家，但它的富有程度是世界名列前茅的，主要是以银行、金融业为主。上面写着 No War， 这个是国际红十字会的总部。底下非常的深。阿道夫桥比荷兰的厉害哦，比那个马斯垂克厉害。这是他们的市政厅。虽然卢森堡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国家，但我观察到一个很奇妙的现象，就是它还是有行乞的人在路上。我在荷兰的话，好像一个行乞的人都没有看到。这几天玩下来，荷兰的脚踏车真的是路权最大的交通工具。脚踏车道与人行道几乎都是紧密相连的，所以要非常小心，不要踩到脚踏车道上哦。前4天的旅程就到这边。之后我们要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如果觉得影片不错的话，记得按赞、分享、加订阅哦。我们下次见喽，拜拜。